走出了星光行了，现在走去天星码头。左手边是98汽车站，这里的汽车可以去九龙的大部分地方。前面就是去到天星小轮了。这个轮船呢，分上下两层的。下层呢，就是这里进口，上层的入口在前面。你看，还看到了那个香港文化中心呢。你看前面左手边还有报摊呢，报纸摊卖报纸的，这个真是年代久远了，起码有50年了。这个报摊，你看到没有？这个左手边的报摊呢？那这里就是那个轮船上层的入口了。中环和去湾仔的都是同一个路口，左手边去湾仔，右手边去中环。前面这个小礼品店呢，里面的小礼品很多的。这个是拜祖宗用的酒杯，你看像不像？是吧？拜完祖宗以后，把酒往地上一洒，那杯就是这样的杯来的，10块钱一个。这里就是去湾仔了。那这边就是搭船去中环的。现在香港和新加坡形成了旅游气泡，就说两地的居民来往啊，就不用做移民监的，不用做那个14天移民监。这个原理呢，旅游气泡的原理就是说，两地的那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如果差不多的话呢，那两地的居民呢就会一物相往来了，对吧？不过呢，听说啊，如果那个感染人数啊，超过一定人数的话，好像是每天好像是有4、5个吧，好像是就是本地感染的，那就要这个执行垄断机制了啊。这里就是那个了，尖沙咀的那个地标钟楼，白色的这个屋顶房子，就是那个香港文化中心。对吧？这里是上面还有一个走廊呢，人可以在上面走的。在上面走就看得远一点啦，就漂亮一点。你看，对面就是中环。将来的对面啊，香港岛啊的房子呢，就不可以，好像是不可以再造的高过这个3级线，就是要保持一个维港的美观吧，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天星小轮的轮船了，看到没有？上下两层的。这上面还有那个，一到晚上呢，有灯光汇演的表演的。
今天游人很少啊，稀稀落落的。平时这里很多人的啊，你看那个轮船呢、像这里码头啊，就是很多游艇啊什么都在这里靠岸的，就有些就是这里应该是公众码头吧。很多好像去赌船呢、好像也在这里大众游艇，呃，就是去赌船的。你看这里很多工人啊，有菲律宾的，有印尼的，听说现在还有孟加拉啊，什么越南、柬埔寨那些的人啊，来香港做家庭工人啊。听说香港这样的家庭工人有30几万呢。香港常住人口好像是800多万吧，我一算一算，大概30个家庭，就平均就有一个工人，对吧？一个工人来了，就可以家庭就可以有一个成员出去干活，就变相香港就释放出来30多万的劳动力，对吧？所以工人对香港的繁荣也促进很多。中环那边更多啊，工人。现在香港每一个区，都有这样的工人的居酒店啊，比如就是说远到上水啊、天水围啊、屯门啊，都会见到很多这样的工人的居酒点，特别是在星期天、星期六啊，这也是算是香港一个景点吧。我记得在中国内地是见不到这样的情况的，只有香港才有，对吧？你看前面就是香港的文化博物馆吧，是新造的，就是重新设计，然后呢重新再翻造的。这个左手边就是老的就文化中心啊，这个呢前面那个就是新的文化博物馆。你看它的颜色啊，都是这种青青灰灰的颜色，跟那个大海的颜色、海水颜色差不多，是吧？你看前面那个造的房子啊，这墙壁啊，也是波浪形的，你看到没有？跟海水的波浪有点像吧？前面那个，你看左手边的啊，有些餐厅吧，有些人坐在这边喝喝酒啊，喝喝咖啡的，看到没有？就是说，现在那个休闲地方啊，比以前多了，是吧？以前是没有的。现在这个椅子，你看，休闲的椅子也设计的很漂亮，很舒服。你看这个墙壁啊，波浪形的，墙壁上还有绿化，这都是很现代化的建设建筑风格啊。你看，这么现在也年轻人戴口罩，老年人也戴口罩，工人也戴口罩，不戴是不行的，给扎到了
要罚款的。前面这个中式的玻璃是茶色的建筑，就是老的新世界酒店。以前这样的旧的建筑，这里有好几个呢，现在都拆了，就拆正了这一个。你看左手边那个房子像手风琴一样，里面是个小卖部。这里都是重新设计的。你看这个女雕像，你看这个房子波浪形的建筑。你看前面就是新的，你看在左手边就是那个新的新世界酒店了。这个像不像一棵大树？等将来那个藤爬满了这个钢架子，那就形成一个很大的树，就像树冠一样，对吧？夏天时就可以乘凉遮阳乘凉。这个就是海上栈道，就是在海里面打2个桩，然后呢上面呢铺那个人行路。这种建筑方式特别适合香港，因为香港的海边的土地大部分都已经给占用了，都造了房子了。如果你要再造那个围绕着维多利亚港的自行车路的话呢，就一定要采用这种海上栈道的方式去做。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现在这个星光大道还可以，就是这一段呢都是海边的，对吧？但是你看，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去红磡那边呢，再走下去你就知道了。实际上，香港很多区域的海边的土地呢，已经造满了房子了，没有土地再造这种海滨之路了。所以呢，就是将来的单车道还有环绕这个维多利亚港的人行道就一定要用这种造这种栈道的方式造出来，或者连接，就是凡是已经没有了土地的地方就海边已经没土地的地方的话呢，就一定要用这种栈道的方式把它连起来。你看刚才那个很多手印是吧？这些手印呢，就是以前是在地上的，就是铺在地上的，可能呢现在怕给人家经常走动磨蚀掉了，所以就放在这个就是扶手上边了。对这个星光大道嘛，星光嘛，明星之道，对吧？这个没了明星的手印，就不能称之为星光大道了，对不？所以这个手印还是一定需要的，不过现在就是挪了位置而已。你看这个建筑是吧？这个像树一样的建筑，将来长满了藤就很漂亮的了，很有曲线美这个旁边的椅子造的也很大，坐的也很舒服。这个对面呢，应该是香港岛的鰂鱼涌北角那边了吧？应该是。你看这边的新世界酒店新的酒店呢，叫 K11。这里是商场，下面是商场，上面是酒店。我估计后面那个高的大厦呢，应该就是办公室了吧？办公楼。
写字楼吧。你看新的酒店跟旧的酒店在一起，相映成趣。啊，这里还有买点水啊。那前面还有一个卖茶叶的小店，里面的那个茶叶的设计啊、包装啊，很特别的，是香港本地设计的。很多人在这里买这个茶叶做一种手信啊，或者小礼物啊，送人的。就这里。你那些黑黑的那些房子，矮矮的房子，那些都是酒店来的。尖沙咀东部，1970几年就已经在这里了，现在已经50年了吧？这都是50年的历史的老酒店了。这些老酒店呢，它那个灯是很漂亮的，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啊，这些就是这些酒店的墙壁上面都会挂满了灯饰。
每年的灯饰设计都不一样。前面这个就是斯大巴的咖啡店了，这个咖啡店一直在这里，1999年就在了，到现在已经30年了。前2年这个星光大道重建，它这个酒店这个房子也拆了，现在这个是翻新的，翻新翻造以后，这个斯大巴又回来了。你看，这里还是斯大巴咖啡馆。这个没拆之前跟现在实际上都是2层建筑。我记得我以前读完书就来这里，有时候啊累的时候就上这个楼上去喝咖啡，跟现在差不多我觉得，不过现在好像是玻璃多了一点而已。那这个天桥呢，就是去那个尖东那边的，有这个天桥过马路，对面就是这个很大的公园，很美的公园了。就这里上去，你看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有50、60年历史的老酒店了。这墙壁上你现在都看到，墙壁上很多灯饰的，就每年的圣诞节都会打开，都会有这些灯饰，每年都不一样，很漂亮的这灯饰。这条路星光大道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尽头，就是宏康体育馆。就是以前，好像现在也是啊，就是开演唱会都在宏康体育馆开的。然后这样星光大道到了宏康体育馆呢，就断了，就没了。我们今天就走到那个星光大道的尽头吧。你看，你的左手边就是尖沙咀东部的老酒店了。整个尖沙咀东部全部都是酒店，全是这样矮矮的酒店。现在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宽度啊，就作为一个行人道来讲呢是足够的，但如果将来要增加那个自行车道的话呢，这个宽度就不够了。所以呢，这个你看现在那个香港岛那边呢，就是香港岛的西区呢，这个海滨之道呢已经有了，就坚尼地城啊、上环啊，已经一直到中环，一直到湾仔，这个海滨之道已经通了。中间当然还隔了一个那个解放军的军营啊，可能不通，那也没关系啊，再造一个海上栈道，绕过那个军营就行了嘛。然后再往东面呢就是这个筲箕湾那边是不通的，但是呢，泰国啊，
太古城那边呢是有一条海滨之道的，就是太古城跟那个湾仔之间呢是没有海滨之道的，因为已经给那些建筑专用的土地了，所以那边就要造那个海上栈道，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那我们九龙这边呢，就是有个星光大道吧这边，然后九龙尖沙咀的西部呢，就是西九龙公园吧，那边呢也有海滨之道的，但西九龙公园跟这个星光大道之间呢是没有的，所以呢到时可能也要再造一个造一个那个海上栈道，把这两个地方连接起来。然后你这里再下去呢，就是红康、土瓜湾那边呢，有一部分地段也是有海滨之道的，但不是全部，因为有些已经，譬如那些豪宅呀、已经占用了这个海滨之道了，就占用了这个海边的那个土地，所以那里呢也要再造一些海上栈道做连接之用。到时候有了这个快老维多利亚海港的自行车道跟步行道之后游客会多很多，因为这样子一条路，对吧？你骑自行车绕一圈的话，都需要大半天时间吧。如果你走，就是绕这个维多利亚港一圈，一天还走不下来呢。因为这里确实很漂亮特别这一块，对吧？如果你造的那个海滨之道的话呢，对游客来讲就成了香港一个亮点吧，会增加很多游客。那我们本地人周末放假也多了一个很好的休闲运动的地方。现在呢，香港呢这个新界那些郊区呢，这个自行车道路网呢都挺成熟的了，比如沙田大埔屯门天水围那边呢，这个自行车的道路网已经很成熟了。现在还造了一个那个新的单车道，贯穿了就是屯门去马鞍山的，对吧？所以新界那边的单车就自行车道做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九龙市区跟香港岛呢，那香港岛呢，因为那边山多那香港岛那边呢，因为那个山多所以呢，就是山多地方你自行车道是不大可行的。但是香港岛那边的海滨呢，造自行车道呢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快乐维多利亚港这个自行车道呢是可行的。我们九龙这边呢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了海上栈道以后，这个维多利亚港的自行车道也是可行的。现在问题就是九龙因为九龙区很大，然后腹地也很广，但是我们九龙区的整个九龙区呢就没有单车道，所以这个是一个香港来讲就是一个不很成熟的地方吧。就是香港应该就要像那个欧洲美国那边一样，那就应该像欧洲那边一样，对吧？在九龙市区呢，也形成一个完善的自行车的道路网。就是在市区有自行车道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港市民呢就多了很多时间和机会去锻炼身体，对吧？你每天上班下班，对吧？你用时间骑自行车
就好过你搭公共汽车吧，搭地铁吧。你搭地铁搭公共汽车你就没法运动了，对吧？你的自行车网就变相每天就多了2个时段锻炼身体。这样的话，对这个香港市民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因为香港就说老实话啊，生活节奏很快呀，一般上班之族啊都没时间锻炼身体，对吧？那如果你有了自行车，对吧？那你可以骑自行车上班下班，那这2个时段可以用来锻炼身体，而且是持之以恒的，一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形成一种常规性锻炼身体，对这个身体也有好帮，身体的锻炼是有好处的。身体好了，那工作效率也高，对吧？你看那个现在啊，就是说欧洲那些国家地区啊，就是凡是科技先进的地方，资讯科技发达的地方，那些城市就自行车文化是很先进的，也很完备的。就是因为那里的人，就是特别做 IT 的人很忙啊，很繁忙，没有时间做运动，就是靠上下班这个时间来骑自行车来锻炼自己，对吧？所以香港也应该这样子，就是造多一点单车道，然后呢，给上班一族，就是骑自行车上班下班锻炼身体之用。你看这个星光大道到这里就到了尽头了。你看前面有一个闸，一个大闸，那这里就是那个宏康体育馆了，前面就是宏康体育馆。那这里上去就是宏康体育馆了，你看到没有？那前面有个闸门闸，你就过不去了。这个星光大道到此为止了。所以呢，将来呢，那宏康那边呢还有一段是海滨之道有的，但这段呢就没了。所以你将来呢就要在这里呢造一条，就是海上栈道，把这个星光大道跟那个宏康那边的海滨之道连在一起。所以香港还是应该学欧洲一样，大力提倡这个单车文化，就用这种方法来辅助或者帮助香港市民锻炼身体。有了强健的身体，你干活才有动力，才有这个精力。特别做电脑的，这个用脑用的很厉害的，这个身体没有一定的强壮程度你还真做不到电脑，对吧？你做 IT 的，做写程式的，这个脑力劳动是高强度的，这个背后的支撑就是一个强壮的身体，对吧？但问题现在刚好矛盾的地方就是，做 IT 做电脑的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去运动，对吧？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创造这个机会这个时间呢，给这些上班一族呢，就多点运动的机会，对吧？你有了自行车道了，那有心之人就可以踩自行车上班下班，对，这就给他们一种帮助吧，让他们可以就创造这种机会吧，让他们去锻炼身体。而且呢，骑自行车呢，还有不同于其他的运动，你就踩自行车上下班的时候呢，这中间带来一种喜悦感。这种喜悦感是不是说其他的运动可能取代的，对吧？就一方面你骑自行车很快活，另外一方面你又省了时间，对吧？第三个你也不用再挤那个地铁挤公共汽车，也不用
等公共汽车，对吧？你这很自由啊，你什么时候想上班了，踩上自行车就上班了，省时间，自由，而且踩自行车的时候很开心，对吧？那同一时间呢，最重要的就是锻炼了身体了，你的心肺能力多强壮了，那你才有这个精力去写程式做 IT 啊。所以香港要成为一个科技中心啊，电脑中心什么的，对吧？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就是单车道的建立自行车网络的建立，对市民的健康是一个很大的辅助。现在往回走了，这个你看前面这个高房子就是那个新世界酒店的你看这个就是新世界酒店嘛，很高的那个大厦，跟香港岛那边的中银高的大厦，是不是像两个巨人一样，守卫住这个维多利亚港？